人生是一场注定不会重播的电影，时间的车轮早已滚滚向前。每一年的新闻，每一张政策的文件，每一笔资金的流动，都是时间刻下的印记。今天，我想借着马乌罗·吉伦 （Marl-F.B.N.） 的书《2030》，今天最大的趋势将如何碰撞，并重塑一切，和大家聊一聊，在未来5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我们不是为了追风口，而是为了用更早一步的视角去理解那些决定财富流向的规律。1. 为什么要关注2030？为什么是2030？很多人会问，未来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一本写于2020年的书有必要看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想一想，过去几十年我们经历了什么？从互联网的兴起到智能手机的普及，从全球化的大潮到逆全球化的回潮，从移动支付的普及到加密货币的热浪，这些变化让无数人的财富翻倍，也让无数人的积蓄灰飞烟灭。投资不再是简单的低买高卖，而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洞察人口结构、社会观念、技术革新、政策走向乃至地缘政治的变化。吉伦教授的研究正是将这些宏大趋势串联在一起，提醒我们未来的世界将不是线性的演进，而是多个力量的碰撞和交织。在他的书中，吉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判，到2030年，人类社会的基本面将经历几场大变革。无论是人口结构的倒挂、财富的再分配、城市化的新阶段，还是技术革命的加速，这些变化会让我们所熟悉的经济模式、商业逻辑乃至价值观都发生改变。对投资人来说，抓住这些变化背后的逻辑，意味着能在风暴来临之前选好船，系紧绳索。2. 人口结构。书中先谈到人口结构的裂变，这是未来10年最大的基本面之一。吉伦引用的人口预测显示，非洲大陆将在2030年前迎来约 4.5 亿新增人口。非洲的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可供开发的肥沃土地超过5亿英亩。过去我们总用固定的眼光看非洲，觉得那里贫穷、落后，没有基础设施。可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非洲用跳跃式发展改变了这一局面。他们不必经历铺电线、装固化的年代，而是直接进入移动支付、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赛道。数据显示，移动银行和无现金支付在很多非洲国家的普及率甚至超过西方国家。年轻人口的大量涌入，加上对新技术的高适应度，让非洲在科技创新领域涌现出一批创业公司。对全球投资者而言，这些新兴市场可能意味着新的消费市场、劳动力来源和资本投向。与此相对的是发达国家和东亚地区的灰色倒挂。日本、韩国和欧洲多国的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政策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美国虽然凭借移民维持了一定的生育率，但也在走向人口老龄化。吉伦指出，2030年发达国家的60岁以上人口将比千禧一代多出 3.5 亿人。由于劳动力供应收缩，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的压力大幅上升，养老金缺口成为经济的一大隐患。与此同时，因移民政策收紧，各国难以引入足够的年轻劳工。为了弥补劳动力缺口，许多国家正在加速引入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这种趋势不仅改变就业形态，也推高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3. 银发浪潮。当我们想到老龄化，往往把它当作经济负担，但吉伦却提醒我们要关注灰色力量。他在书中用了一个词 Great Generation， 指出今天的老年人和过去不一样，他们经历了战后经济繁荣、工会力量强盛、福利体系完善的黄金时代，累积了大量财富。他们掌握着巨额的消费力，却被许多企业忽视或边缘化。许多商业营销只聚焦年轻人，却忽略了老年人对旅游、医疗护理、艺术体验等方面的巨大需求。企业在开发产品时，习惯于把年过60的客户视作夕阳人群，
忽视了他们的消费需求和对社会的积极贡献。因此，吉伦提醒企业不要急于赶走老员工，因为很多老员工经验丰富，心态稳定，只要给予尊重和弹性工作安排，他们仍然可以创造价值。另一方面，老龄化也会催生巨大的医疗和健康管理市场。自从疫情之后，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前所未有。老年人对慢病管理、预防医疗、健康保险的需求大幅增加，医疗科技和养老科技企业应运而生。比如远程医疗、可穿戴监测设备、AI 护理机器人等都是新蓝海。政府政策在此起着关键作用，很多国家在健康中国2030日本100年人生战略等顶层设计中，鼓励开发适老社区、智能养老设备，政策支持让相关产业有了长期成长逻辑。4. 女性崛起。最让人吃惊的预测之一是女性在财富版图上的崛起。吉伦指出，按照当前趋势发展，到了2030年，全球财富中将有 55% 掌握在女性手中。这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宏观变化。几十年前，女性普遍缺乏资产配置和投资渠道。1974年，美国妇女甚至无法单独申请信用卡。如今，随着教育普及，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金融平权的推进，加上银发浪潮带来的资产继承，女性将成为投资市场不可忽视的主力。研究普遍显示，女性投资者更有耐心，更注重长期规划，更愿意学习，她们更偏向风险分散，注重稳健收益，这可能改变市场的波动模式。然而，这一机遇也伴随着结构性的分化。吉伦警告，不同群体的女性在教育机会、职业发展和家庭角色上差异巨大。高学历职业女性能够积累财富，而低收入群体或因生育退出职场的女性容易边缘化。这种内部不平等还体现在国家之间，一些国家提倡晚婚少育，女权意识高涨，女性可以选择求学和职业发展；另一些国家仍然婚育压力沉重，女性教育机会有限。这种差异意味着女性财富增量并不平均。在投资层面，这一趋势孕育巨大机会。一方面，金融机构应该开发更多面向女性的理财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围绕女性群体的消费升级，如母婴、养老保健、女性健康、职场培训等，将迎来成长。政策上，性别平等和女性创业扶持也会引导资金投向这些领域。我们作为投资者，可以关注受益于女性消费崛起的品牌，以及为女性提供金融教育、健康管理的创新公司。5. 新居住模式。传统城市化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追求工业化生产效率。但在本世纪第2个10年之后，城市化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全球正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超级城市，人口规模动辄超过1000万。吉伦在书中指出，城市人口的增加将为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提供沃土。共享出行、短租公寓、云厨房、共享办公等模式已在全球各大城市遍地开花。这些模式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闲置成本，满足人们更加灵活的工作与生活需求。同时，我们也看到人口和财富向城市集中带来的房地产新趋势。住房不再只是安身之所，更是资产配置的重要部分。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城市房价与居民收入的比值在许多地区不断上升，使得年轻人越来越难买房。这催生了租赁市场的制度化和资产证券化，比如长租公寓 REITs、住房租赁金融、联合办公空间等。政策层面，各国政府都在寻求平衡，
既要满足城市化带来的居住需求，又要防止房地产泡沫。对投资者而言，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运营等领域都会涌现机会。此外，疫情和远程工作的普及也在改变城市化结构。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前往生活成本更低、自然环境更好的中小城市或郊区。在人口向外疏散的同时，数字化基础设施、高速网络、远程协作平台让城市和乡村的界限逐渐模糊。这将对零售、教育、医疗的布局带来深远影响，刺激小城市的消费升级，也使跨区域投资更具可行性。6. 技术革命。当谈到未来的机会，离不开科技的力量。吉伦提到，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和平台经济将深刻改变产业结构。我们已经看到机器人在制造、物流、医疗、家庭服务中的应用越来越广。AI 驱动的算法正在优化金融交易、医疗诊断、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无人驾驶、智能家居和元宇宙等概念逐渐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技术革命不仅提高生产效率，还改变了劳动市场的供需关系。重复性和标准化工作被自动化替代，人力价值转向创造力、协作力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然而，技术的应用也带来诸多挑战，数据隐私与安全、就业结构失衡、算法偏见等问题日益突出。政策层面，政府需要通过税收、社保和再教育等手段，缓冲技术变革带来的阵痛，确保整个社会在智能化过程中共享成果。在投资策略上，技术革命意味着新的赛道不断涌现。半导体、云计算、网络安全、AI 软件、无人驾驶、数字医疗等领域仍然是资本关注的焦点。同时，技术赋能传统行业也会释放价值，例如工业自动化、智慧农业、智慧物流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高成长背后也伴随着估值风险和监管风险，投资时要结合基本面和政策走向做出判断。7. 政策与环境。虽然吉伦的书以经济和人口为核心，却较少谈及环境议题。然而，作为投资人，我们不能忽视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过去几年，各国政府相继提出碳中和目标，绿色金融和 ESG 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焦点。气候政策会影响能源结构、产业链布局和贸易格局，极端天气则会影响供应链安全和农业产出。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如何保障能源安全与环境可持续，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长期考题。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绿色投资迅猛增长，包括风电、太阳能、氢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储能技术和智能电网都是政策支持的重点。与此同时，碳交易市场、绿色债券和绿色基金也在蓬勃发展，为投资者提供了参与环境治理的金融工具。对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来说，关注环保政策的走向，参与绿色投资既是社会责任，也是捕捉新机遇的方式。8. 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吉伦有意淡化了地缘政治的讨论，但现实的复杂性提醒我们，世界不会按直线发展。当前全球治理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中美竞争、俄乌冲突、欧洲内部政治变动、中东动荡，这些事件都可能改变能源供应、贸易路线和科技交流。地缘政治风险会影响货币汇率、大宗商品价格和资本流向，间接影响企业盈利和股市表现。例如，中美科技争端导致芯片、5G、AI 等核心技术领域的去全球化，产业链重组带来供应链迁移和本土化生产，这既让部分国家抓住了投资机会，也使全球贸易成本上升。与此同时，全球范围的基础设施计划如一带一路、G7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都在重构投资格局。
投资者需要关注地缘政治的动态，既要把握政策红利，也要及时规避潜在风险。9、资金的流向。在长期研究三环模型的过程中，我发现市场上的真话常常藏在新闻背后和政策字缝之间。吉伦的预测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媒体、政策和资本会放大或延缓这些趋势。当非洲人口红利的新闻频繁出现，国际资本可能提前布局基础设施和消费市场。当政策明确支持老龄化产业，相关板块就有机会获得估值修复。当女性财富崛起成为社会热点，金融机构会推出更多针对女性的金融产品。这就是新闻政策资金三环模型的作用。新闻塑造预期，政策定调方向，资金才能真正流动。举几个现实例子，近2年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突破，让 AI 概念股大幅上扬。随后监管部门发文约束平台算法和数据安全，市场才逐步回归理性。新能源汽车行业在政府补贴和碳中和承诺的推动下高速发展，但当补贴退坡，行业竞争加剧时，股价也出现波动。理解政策和新闻背后的逻辑，是在波动中保护本金、等待机会的关键。10、投资策略。面对这些宏观趋势，我们该如何调整投资组合？以下是一些思路。1、人口红利的投资，关注非洲和南亚等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消费品和科技公司。国际开发机构和大型基金正在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入，长期来看有望分享增长红利。2、老龄化经济，医疗健康、养老服务、可穿戴设备、医药研发、康复管理等行业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增长。同时，关注银发人群的文化娱乐、旅游和教育需求，不少企业正在开发适合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3、女性经济，女性金融服务、女性健康和育儿、女性职场培训、女性消费品牌等都是潜力巨大的赛道。在评价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式时，可以观察其是否理解女性用户的需求和消费心理。4、科技赋能传统行业，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技术正在渗透各行业，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关注那些在传统行业里深耕多年并成功导入新技术的隐形冠军。5、绿色投资，碳中和、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领域政策支持力度大。对投资者来说，可以通过绿色债券、可持续基金、碳交易等方式参与。6、资产配置多元化，在地缘政治不确定、市场波动加大的背景下，合理的资产配置更加重要。可以将组合分散到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另类投资中，并关注全球不同地区的经济周期错位带来的机会。11、拥抱长期主义，不要被短期噪音迷惑。投资常常让人陷入短期涨跌的情绪。有人抱怨市场难做，其实是因为过于关注1、2天的波动，却忽略了长期的逻辑。吉伦的书是用10年的视角看世界，提醒我们要用长镜头审视机会。在众多领域中，科技和人口变化是确定性最强的变量，只是节奏不同。当市场恐慌时，恰恰是布局优质资产的机会；当市场狂热时，更要保持冷静。我经常对朋友说，投资更像是种树而不是炒菜。种下一棵树需要选好土壤、浇水施肥、耐心等待，炒菜则是立竿见影。现实中，大多数人容易被快速致富的故事吸引，却很难真正享受长期积累的成果。保持长期主义，就是要在众生喧哗中保持自己的节奏，淡化短期噪音，以更宏观的维度做决策。12、学习是一种永恒的资产。趋势不会等人，唯有学习才能让我们在变化中不慌。吉伦的书之所以值得推荐，不是因为它能提供爆款股票，而是帮助我们建立思考框架，发现未来10年可能的变量。当我们理解人口结构、技术革命、
财富再分配等趋势后，再去看每一条新闻、每一项政策，就能迅速判断它在三环模型中的位置是噪音还是长期信号。对个人投资者来说，应该持续提升金融素养，学习财务分析，理解估值与风险管理，关注政策导向，提前预判行业风口，扩展国际视野，避免信息茧房。世界很大，机会分布在不同市场、不同资产中，只有不断提升认知，才能在万变之中保持定力。13. 资金的边际变化。研究趋势不仅要看宏观叙事，还要看真实的资金流。全球资金正在发生几大变化：一、机构投资者力量增强，随着养老金、主权基金和保险资金规模不断扩大，主动型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话语权增强。他们更关注长期价值和企业治理，这会推动 ESG 理念的普及。二、被动化浪潮持续，指数基金和 ETF 近年来增长迅速，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通过被动投资分享市场整体回报。被动化也带来资金在行业间轮动的规律，对行业表现产生结构性影响。三、私人资本崛起，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在新兴行业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早期科技项目和新兴市场。掌握一级市场信息的人，常常能在资本市场波动前先一步布局。四、跨境资金流动重新洗牌，地缘政治和监管环境变化导致部分资金回流本土或重新配置到友好国家，这影响了全球供应链和行业竞争。关注这些资金趋势，有助于理解为何某些行业估值偏高，某些行业则长时间低迷。投资者应该结合资金流向、企业基本面和宏观趋势做出动态调整。今天的我们距离2030还有5年，很多趋势已经在加速兑现。比如，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快速迭代，让生成式 AI 广泛应用于内容创作、代码生成、教育培训。AI 的商业化落地，促使相关企业估值大幅提升。新能源，随着油价波动、气候政策推进，可再生能源投资达到历史高位，全球装机容量持续增长。能源结构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人口迁移，以后远程工作的普及导致人口流动加剧，很多国家推出吸引海外数字游民的签证政策，一些小城市因文化、气候优势反而成为新兴科技公司的聚集地。金融科技，数字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 CBDC 正在试点，跨境支付成本降低，金融行业的格局不断重塑。这些案例告诉我们，趋势分析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与实际投资密切相关。根据新闻政策资金的逻辑，把握重大新闻，解读政策变化，追踪资金动向，才能在市场中保持主动。投资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科学在于分析数据，理解模型，构建策略；艺术在于感知市场情绪，把握人性弱点，控制风险。吉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视角，而我们自身的思考、观察和实践则构成了艺术的部分。要想在未来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不断提升知识储备，也要在心态上保持灵活。面对波动，要学会控制情绪；面对机会，要敢于出手；面对不确定，要始终保持敬畏和好奇。正如德鲁克所说，最有效的方式是预测未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创造它。投资也是如此，靠的是不断学习，深刻理解趋势，并付诸实践。吉伦写2030是希望唤醒更多人关注长期趋势。他没有给出买什么股票的建议，也没有提供所谓的致富秘籍，但他指出了一条重要的思维路径：用跨学科的视角看未来，用关联性的思考理解世界，用开放的心态拥抱变化。我更愿意把这本书当作一个提示音。它提醒我们，人口结构的改变、女性力量的崛起、技术革命的加速、政策与资金的互动，都是决定未来财富格局的重要因素。投资不是赌博，
而是对长期趋势的理解与应用。当新闻铺天盖地，政策纷繁复杂，市场情绪波动不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恐慌或狂热，而是回到逻辑，去思考这些事件与长期趋势的关系。2030年看似遥远，但5年、10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每一个今天的选择都会决定明天的结果。愿我们都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用理性和勇气在市场的大潮中稳稳前行。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